最近那个网上热议的贴文，你有看吗？对，看来你对娱乐新闻还蛮有敏感度的嘛。我倒是把相关的贴文都看了一遍。传说奥古斯都郁金香是17世纪的神话，有幸看到它盛开的人都认为它是奇迹，就如阿芙罗黛蒂一样引人遐想。相爱的人若能一起亲手种出奥古斯都郁金香，便会得到阿芙罗黛蒂女神的祝福。是这样没错，但有小道消息透露，某些富豪手上还留有一些奥古斯都郁金香的种球哦。骗你干嘛啊？虽然魏明市目前真正能将奥古斯都郁金香种活的只有一位外国人，好像是莱斯特先生。唉，这位莱斯特先生也是蛮厉害的。他们家族有几百年的花卉培育史，在业内声名显赫。我听朋友说，20多年前他们刚搬来魏明市时，还引起过骚动，就是不知为什么这几年突然沉寂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好在莱斯特夫妇对花卉依旧喜爱。他们在沉寂的几年里，根据以往经验，共同撰写了一本《奥古斯都郁金香种植手记》。手记里面记载着培育奥古斯都郁金香的关键。曾经有人想高价买下奥古斯都郁金香种植手记，谁知莱斯特先生就是不肯卖哎。自从退休后，他的脾气就变得古怪了起来。他封闭了自己的阿德尔森洋楼花园，并规定除了某些特殊的人，其余一概不准入内。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经过他特地挑选的人吧。每年莱斯特先生都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式来决定能够拜访洋楼的人。比如今年，他就以阿德尔森洋楼花园的名义，在网上举办了寻找奥古斯都郁金香之美的主题活动。参加活动的人需要填写个人资讯，然后用自己所擅长的形式来表现奥古斯都郁金香的美。在这场活动中获胜的人，就是今年的特殊之人。他们不仅能够拜访阿德尔森洋楼花园，甚至还有机会获得种植手记。早就结束啦，最后一共有6个人胜出，并得到了莱斯特先生的邀请函。唉，真羡慕他们，我也想去看一看传说中的奥古斯都郁金香啊。是啊，怎么了？你们在聊什么呀？在附近跟合作商谈生意，聊完出来觉得有点饿，碰巧看见这家面馆生意还不错，就过来了。没想到你们也在，介意一起拼桌吗？你好，给我来一碗牛肉拉面。对了，刚才听你们说爱德森洋楼花园，
这几天网上铺天盖地的在讨论奥古斯都郁金香，想不知道都难。有一定的可信度。我实在太好奇了。摘星姐找我，你们聊吧，我先走了。你们帮我吃掉吧。好饿呀！我的面还没做好，你不会忍心看我饿肚子吧？谢谢。之所以说有一定的可信度，是因为我们陆家也有少量的奥古斯都郁金香种球。只可惜，无论是父亲还是哥哥和我，都无法将其种活。有生之年，若能亲眼看到奥古斯都郁金香盛开，应该会很幸福吧。您好，小姐，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吗？抱歉，小姐，先生吩咐过，阿德尔森洋楼花园只接待特殊的贵宾，我需要先核对您的身份。请问您有邀请函吗？那就十分抱歉了，我无法擅自放您进去，请回吧。好巧啊！算是吧。准确的说，是为了完成一个小任务。秘密。你呢？又是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原来是这样啊！刚才看你在门口徘徊了许久，不如我们一起进去吧。你好，我和我朋友想拜访一下莱斯特先生，不知道他今天有空吗？您在我们的接待范围，只是这位小姐。嘿，你别急着走啊，来都来了。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跟莱斯特先生带个话？
就说莱斯特夫人昔日故友袁宁女士的儿子与他的好友前来拜访，希望没有打扰到他们。没问题，还请两位稍等一下。先生，有请两位。其实啊，莱斯特夫人与我的母亲是手帕之交，莱斯特先生又十分爱自己的妻子。此次大概也是看在莱斯特夫人的面子上，才为我们打破规定。走吧，一起进去。先生已经等候多时。荣誉的皇冠。画中为皇帝加冕的女神，无论是身形还是气质，都跟你十分相似。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也是来求奥古斯都郁金香种植手记的。我叫汤岩，跟旁边的阿北一样，是个花卉商人。嗨，我是钟乙。至于这两位，如果你们平时关注过收藏品市场，应该会认识他们。双胞胎收藏家贺林与贺川，以及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小叶，未名大学历史系学生哦。哦，你们好，我是陆景和。看来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少啊。两位也是收到邀请函后才来的吗？我收到了邀请函，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只是刚刚我们几个人闲聊的时候，发现收到邀请函的人似乎都是6月21号出生的，所以我们在想，这会不会也是获胜的条件之一？毕竟你应该也知道吧，那场活动参加的人可是不计其数呢。哦，我确实也是6月21号出生的。这么说，我们的猜测有可能是对的啦。抱歉各位，让你们久等了，都坐吧。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奥古斯都郁金香种植手记而来，
网上的传闻，想必你们也看到了。这本手记是我与爱妻毕生的心血，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无论如何，我都不想轻易赠与他人。所以，能告诉我，你们想得到奥古斯都郁金香种植手记的理由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幸从别人的话里看到过奥古斯都郁金香。它如跳动的火焰，绚烂妖艳，让我无法移开目光。后来，通过多方面的了解，我得知奥古斯都郁金香还被赋予着特别的含义。传闻相爱的两个人，若能亲手种出奥古斯都郁金香，便会得到阿弗洛狄特女神的祝福。因此，我想亲自为所珍视的人送去祝福。哦，具体怎么相似，可以说来听听吗？你说的那位朋友，不会就是我吧？啊，看你神情，我猜应该是我。难得你如此用心地记住了我的喜好，我很开心。嗨，两位果然都是年轻人，有朝气，有想法，哪像我老了，根本浪漫不起来。想得到手记，也不过是希望在种植出奥古斯都郁金香后，大规模繁衍培育。稀有品种嘛，就该发挥出它最大的金钱价值，不然被埋没了多可惜啊！您说是不是啊，邓小姐？哎，臭老头，你自己见钱眼开，干嘛扯到我啊？我跟你才不一样。作为一个花卉商人，我只是单纯的不希望如此稀有美丽的花卉品种就此消失。切，谁信呐？你们俩呢？身为收藏家，自然希望自己橱柜里珍稀的物品越来越多。而且，只有我们兄弟这样的上流社会人士，才配得上高贵优雅的奥古斯都郁金香。哼，你们的理由我都知道了。我与爱妻本不愿将手机外传。奈何我们膝下无子，半年之后，手记就要失传了。我不想让奥古斯都郁金香彻底变成传说，只存在于别人的记忆中。思来想去，我们决定把它送给一位经过我们挑选的、真正热爱奥古斯都郁金香的幸运儿。至于这位幸运儿是谁，需要你们几位主题活动的入围者共同来玩一个竞技游戏。没错，如果你们觉得麻烦，不愿接受挑战，也可自行放弃。有趣。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游戏，但我愿意接受挑战。
郁金香除了象征爱的祝福，还代表着独特领袖权力与荣誉的皇冠。所以，你们要玩的就是国王游戏。国王的命令是绝对的，游戏获胜的玩家将成为真正的国王，由见证者为他戴上荣誉的皇冠。游戏开始时，所有玩家抽取扑克牌，抽到鬼牌的玩家为国王，可以命令其他玩家去执行任务。规则似乎和网上的略有不同啊。不算是玩过，只是看到过介绍。确实，它的任务类型已经规定好了。你们看，第一，要一次性喝下5杯白兰地，并正确地回答出一道计算题。第二，根据图案在有限的时间内拼插积木。第三，1分钟内将20张碎片拼成完整的画。所以在排除掉运气的情况下，能不能完成任务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当所有玩家执行完任务，则重新抽牌确定下一轮的国王，循环往复，直到场上只剩最后一位玩家。该玩家需要在2把剑中选出权力之剑，选错则代表全军覆灭，游戏结束，无人获胜。选对，则该玩家成为真正的国王，由见证者为他戴上荣誉的皇冠。我记得客厅里有几幅油画，画面的内容是皇冠加冕，与这个游戏有关吗？没错，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游戏规则，是先祖根据当时流行的国王游戏改编而来。它主要用于挑选莱斯特家族的继承者，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先祖当年也是从某场类似国王游戏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才有了今日的莱斯特家族。因此，我们对这个游戏可以说非常重视，会要求各位换上具有莱斯特家族特征的服饰。啊！天哪！虽然这个要求有点奇怪，但为了奥古斯都郁金香手记，尊重一下大家族的传统，我没什么不可以的。我也一样。哇，你们看那几套，像不像欧洲贵族的礼服？你们可以挑选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至于这位小姐，就请你换上代表莱斯特家族女神的华服，为这场竞争当一下见证人，怎样？或许是缘分吧，你的气质与第一任莱斯特家族女神伊米卡纳十分相似。我觉得你挺合适的。见证人会为最终优胜者戴上荣誉的皇冠，所以我会努力赢下这场游戏，请你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
这一身怎么样？与你想象中的王族形象一致吗？啊？什么？好看的只有衣服吗？姐姐，难道我在你心里竟然还不如一件衣服吗？我就说嘛，这个造型你一定会喜欢的。你的这一身也很美啊，比画中的见证人还要美丽。仔细一看，你们两个穿这身衣服站在一起，很像那个……哦，刚登基的国王与貌美的王后。你过奖了。我的眼光果然不错，你和伊米卡纳女神像极了。当年先祖取得胜利，是伊米卡纳女神为他加冕。墙上这几幅画所描绘的，便是那场加冕仪式的整个过程。旁边备注了仪式的注意事项、加冕词以及见证人与国王的对话。如果今日能够产生国王游戏的胜利者，我们就会严格执行加冕流程。没办法，在你们眼里，这可能只是一场游戏，但它对莱斯特家族而言，意义十分重大。我能理解。一个大家族能经久不衰地发展到现在，势必有它需要坚守的东西和信仰。没错。游戏即将开始，你们都到这边来吧。都听清楚了吗？哦，明白了。我们也 OK。哎呦，我都快背熟了。好，那么游戏正式开始，祝你们好运。好紧张，保佑我抽到鬼牌吧！啊，不是鬼牌，我的运气也太背了吧！不是，没关系。虽然有点出师不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失去胜利。鬼牌在我这。哼，现在国王开始分配任务。红心 A 和红心6执行任务，一次喝完5杯白兰地，并正确的回答出一道计算题。红心2和红心3执行任务，根据图案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积木拼插完整。红心4和红心5执行任务，1分钟内将20张碎片拼成完整的画。红心4 ，Yes。我的是红桃2，接受任务。
承蒙你的信任，接下来交给我就好了。他速度好快，我刚才组装的时候眼睛都快瞎了，根本分不出哪块该装在哪里。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没事，反正最后赢的一定是你。话可不要说得太早。10、9、8、7。好了，你们检查一下和图片上的是否一样。真的一模一样，厉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一点运气，加几个小技巧而已。太强了吧！过奖。我宣布陆景和执行任务成功。果然，只要你在身边，我不管是实力还是运气，都能猛翻几倍。我越来越好奇，谁是今天的幸运儿了。你觉得呢？如你所愿。国王的命令是绝对的。红桃2执行任务，根据图案在有限的时间内拼插积木。红桃 A 执行任务，一次性喝下5杯白兰地，并正确的回答出一道计算题。红心2，我是不会输的，最后的国王只能是我。我拭目以待。贺川，你准备好了吗？ OK， 我准备好了。那么倒计时正式开始。但是这个速度，还是无法在5分钟内把图案上的造型拼插完成。你还真了解我啊！没错，我特意记下了3张牌的位置，就是想把拼插积木这个任务分配给他。快点啊，时间来不及了！你这么慢吞吞的，简直跟乌龟没有两样。我求你别说话了，可以吗？本回执行任务失败，贺川出局。看你的了。好的。哎，你放心，我可是千杯不醉。再者，就算真醉了，我也会顶着最后一丝意识回答出问题。第1杯。
没事。可以开始答题了吗？175乘以40加上2999等于多少？请在5秒钟内回答。9999。恭喜你，回答正确。切，真的被这小子赢了。你错了，还有最后一关。我就不信运气每次都站在他那边。这两者之中，有一把是杀戮之剑，有一把是权力之剑。只有选对权力之剑，才能成为这场游戏的最终优胜者。可是这2把剑的剑柄和剑鞘一模一样，这要怎么分辨呢？纯靠运气？没错。皇冠已备，请做出你的选择。看来这次真的要靠运气了。哎，唐小姐，你觉得是左边还是右边呢？右边吧。哼，明显是左边。谢谢，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恭喜你赢得胜利，成为这场游戏当之无愧的国王。他赢了，最后还是他赢了。哎，真是好运气啊！那么接下来就该举行加冕仪式了。你们2个应该还记得加冕仪式的流程吧？过目难忘。那就好。可以开始了。刚才忘记告诉你一件事了。你今天这一身黑色长裙，甚是优雅美丽。在看见你从换衣间出来的那一秒，我就暗示自己，一定要赢下这场游戏，让你亲手为我戴上荣誉的皇冠。
尊敬的见证者，请赐予我至高无上的荣耀与权力。我愿庄严承诺，我愿意愿天佑。我将以掌中利剑，拥护正义与和平，让公道和怜悯取得胜利。完美的仪式啊！是的，仪式完成了，你们做得很好。见证者，女神伊米卡纳，感谢你对我的祝福。我们再拍几张照片吧，你们保持现在的姿势就好。我的妻子很想见你们一面。莱斯特夫人。哦，巧了，我正好也打算在游戏结束后去拜访她。哦，她在后花园。走吧，我带你们过去。能将一个小型花园打理成现在这样，应该很不容易吧？园里的花花草草，大部分都是我妻子亲手种的。从最初的一片荒芜，到现在的万紫千红，我们花了20多年的时间。当然，小心！啊，神赐予我荣誉的皇冠，没想到一场清风却将王后送入了我怀中。除了你，还能有谁啊？刚才加冕时，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身处那个年代，如果我真的登上了王座，我希望能与你携手而行，共赴繁华。啊？哦，还真是。你的披肩好像缠在荆棘丛里了。
似乎没有。你先站着，别乱动，我帮你看看。勾得有些紧，我帮你解开吧。好了。你看这2个孩子，感情多好啊！和我们年轻时一样。你年轻时哪有景和帅啊？你年轻时倒是和那位小姐一样漂亮。夫人，听说您想见我。是的，我想见你，我想见见园宁的孩子。恰好，我也有个疑惑，想请教先生和夫人。你是今天的胜者，就由你先来提问吧。先生之前提到过，他与您希望能将种植手记交给一位真正热爱奥古斯都郁金香的人。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才有了之前那场主题活动，对吗？没错。但刚刚我得知了一件事，本次活动的参与者似乎都是6月21号出生的。这是某种巧合，还是2位有意为之？这个这件事说来话长。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是在6月21日出生的，只可惜他刚一生下来就夭折了。夫人一直心怀歉意，觉得是自己的过错酿成了这场悲剧，因此郁郁寡欢。这几年身体越来越不好。奥古斯都郁金香这样美丽的事物，不能就这样在我们的手上消失，让它在一位真正热爱它的人手上传承下去，既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的责任。至于6月21号这个条件，这只是我们2个人的一点私心而已。当年我们没有照顾好他，如今我们也只能靠这样的方式来寻求一丝慰藉了。请您不要太自责。您也是知道的，我的母亲因为身体病弱，却执意生下我而逝世。我之前也曾有过和您一样的想法，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她，罪孽深重。可后来随着我渐渐长大，我便不那样想了。虽然我没见过您的孩子，但同样身为人子，我想那孩子一定也和我一样，希望自己的母亲能够健康开心。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所以更要带着逝者的祝福，努力地过好每一天。谢谢。如果那孩子还活着，应该也跟你一样大了。我可以抱你一下吗？好啊。要记得保重身体。我会的，为了我的孩子，也为了自己。对了，你是国王游戏的优胜者，这本手记送给你。
是的，奥古斯都郁金香见证了我们夫妻从相遇、相知到相守的一生，也是我们毕生的心血。希望你们不要轻易将手记的内容外传，也不要以此来谋取暴利。同时也希望你们俩能在这本手记的帮助下，让爱的种子生根发芽绽放。谢谢，我们一定会遵守约定，请放心。你们今天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我还想跟你多聊聊。我没问题。你呢？时间还是过得太快了。看见你，我总是忍不住就想起袁宁。你的妈妈，她呀，也十分喜欢奥古斯都郁金香。在我的眼中，她就像奥古斯都郁金香一样高贵而优雅。谢谢，有您这样的朋友，妈妈一定也很开心。以后有空多来做客吧。好的。我发现你总是能轻而易举地看破我的心事啊。好。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母亲，和母亲有关的一切信息都是从别人口中或者父亲的日记中了解到的。但即使是这样，能成为母亲的儿子，我还是感到十分荣幸和幸福。母亲给予我的爱，从来都没有缺席过。每一年生日，我都会收到母亲提前准备好的礼物。那些礼物被严格保管在保险柜中，只有用刻有与我年龄相对应的数字钥匙才能打开。母亲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和我互动，陪伴我成长。我能从每一份生日礼物中感受到母亲的用心。比如今年，母亲送给我的礼物就是奥古斯都郁金香。但是这份礼物需要我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去获取。是的。方才听莱斯特夫人说，母亲也非常喜欢奥古斯都郁金香，我就在想，如果母亲还活着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亲手把自己种出的奥古斯都郁金香送给母亲，然后告诉她，我很爱她。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那到时候我还要告诉母亲，我找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人。母亲希望我得到的爱与幸福，正在一点一点向我靠近。那明天你来陆公馆吧，我们一起把奥古斯都郁金香的种球播种在后山。
我昨晚回家看了一宿奥古斯都郁金香手记，有待实践。东西都准备好了，走吧，我们去后山。先松土。手记上说，土壤除了肥沃之外，透气性也要好。接着，我们要挖几个10厘米深的小洞，每个洞里放入一颗特殊处理过的奥古斯都郁金香种球。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好在我昨夜已经提前处理好了。你知道吗？这些种子每一颗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力，它们沉睡蓄力，就是为了等待绽放的那一刻。我非常开心，能和你一起将这些种子播种下去。希望它们绽放时，陪在我身边的依然是你。好了。希望这些种球能接受风雨洗礼，迎接阳光，在阿弗洛狄特女神的祝福下，顺利生长、绽放。嘿，姐姐，你到家了吗？今天很开心，因为你，这是我度过的最难忘的生日。我在画室，刚才突然来了灵感，正在画画呢。沉寂数月，画家 Z 新作曝光，怎么样？这个新闻标题很不错吧？至于画作的主题嘛，暂时是秘密。好了，说出来也没关系，但是只能告诉你一个人。我想以家为主题创作一幅画，画中不需要高超的技巧，也用不到华丽的色彩。我希望它是一幅只看一眼便能让人感受到幸福和满足的画，就像我现在的心情。那说好了，等画作完成的那天，我们再一起看。到时候我会把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完整的讲给你听。